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聊一聊延迟退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呢，已经吵了十几年了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尘埃落定了，这是肯定要实施的。最快到2025年，最慢也就到2035年就要全面实施了。有些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就感觉到我怎么就这么背？再过5年的时间我就要退休了，这一下还得再干10年。其实呢，抱怨也是可以理解啊，因为在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些女同志45岁就退休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人家赶上了，咱没有赶上。你说怨政府吧，其实也可以理解啊，政府怎么没有契约精神呢？说改就改。但是如果你我放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，放在国家决策层的位置上，咱们也会同样做出延迟退休的决定。现在呢，情况已经很严峻了。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，中国养老金2019到2025精算报告，咱们的养老金到2027年会达到历史的高峰，就是养老金的结余啊。2027年最多，但是到2035年就会完全耗尽，8年的时间全部花完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交的人越来越少，需要发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。你说抱怨有什么用呢？作为我们个人来讲，谁也不可能做到我死之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呢？我们总需要为子孙后代想一想啊，放在谁去做这个决策，也必然会得出这种结论啊。咱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更悲催，日本正在起草法律，准备把退休的年龄从65岁延长到70岁。你说70岁还退什么休啊？但是有些朋友说了，日本是发达国家呀，其实也差不多。到了2035年，咱们中国也差不多了，也是中等发达国家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就来说一说延迟退休，我今后该怎么办？因为毕竟啊，咱们要往长远去考虑，要想办法来应对这种局势啊。对于有工作的朋友来说，其实我认为影响不大，对于生活品质这方面影响不大。无非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晚几年退休，你想不上班那也不可能，你想不交养老金也不现实。但是退休之后呢，养老金肯定会更高一点啊。咱们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自由职业的朋友，我自己交养老保险。有些朋友可能算账，我今年30岁，我还要再交35年。如果说65岁退休，我能活到75不？活到75岁，我能不能领回我交的养老金呢？其实这些朋友也不用算，你铁定是回不了本儿。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，那我不交行不行？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，养老保险呢，作为自由职业者，该交还是要交，你就当一个定期储蓄了，强制储蓄，即使你交最低，也要把它交上去，因为这点钱即使不交的话，也不定花到哪儿了，你也存不下来。有些朋友呢，可能够想点办法，挂靠某个企业交职工的养老保险，这个更有必要交下去。即使你看不上那点养老保险金，但是职工医保是很重要的，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的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延迟退休，我们怎么才能保障退休之后的生活？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建议啊，就是要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主动的开始储蓄，为自己积累一笔养老金。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，我个人非常赞同。好处咱们就不说了，说一点不足之处吧。作为咱们的养老金呢，首先要求的是稳健，肯定要保本。出在保本的考虑，有些中风险的理财肯定是不予考虑了，低风险的建议你也不要参与啊。这么筛选下来，咱们可以投资的标的就不多了，国债。但是国债这个东西靠抢，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。银行的定期储蓄，这是值得配置的。还有就是商业养老保险，这个也值得配置。有些朋友可能听到商业养老保险呢，就一肚子气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被保险员忽悠买了一份商业保险，每个月交100-200块钱，说等我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300。我想也不错呀，300块钱也够我吃饭了。结果现在我人还没退休呢，300块钱还不够我上街吃一顿饭。这种情况呢，确实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在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啊，钱会越来越毛的。
但是今后这种情况会好很多，通货膨胀率包括利率都会逐步的平稳走低，未来会不会发生负利率我们不敢说，但是利率一定是趋降的，这是一个趋势啊。虽然利率在不断的降低，通货膨胀率也在降低，但是我们的养老这笔钱呢，还是要追求保值和增值的。首先你要跑赢通货膨胀，这是最低的标准。另外呢，还多少要有一些额外的收益啊。按目前的估算，每年至少要保证3-4个点的收益，4个点以上是最好的。现在的银行存款包括商业保险的收益率都能达到，但是10年以后可就不一定了。20年之后，说不定银行的10年存款只会给你一个点左右的利息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我们看一看欧美的发达国家，这都是前面活生生的例子。这是一点不足啊，但是为自己储蓄存一笔钱，老的时候用，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赞成的。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今天的主题啊，就是延迟退休之后，我怎样才能保证我的退休生活衣食无忧、丰富多彩？那就是我建议大家呀，尽快的找到一个终身职业。说到终身职业呢，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离我挺遥远啊，毕竟在咱们中国人身边，终身职业的例子啊并不是太多。我们身边老头老太太都是享受退休生活的啊，没见谁还从事一份职业。但是科学家、文艺工作者、音乐家还有医学工作者，这些终身职业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。我们到医院看病，70-80岁的老专家，人家还在上班。钟南山老爷子多大年纪了还在工作？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啊，90多岁了，人家还在工作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都是人尖啊，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咱们怎么能找到这么一份终身工作呢？好像很遥远。其实呢，终身职业呀，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在我预估吧，在未来1-20年，咱们中国从事终身职业应该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风气啊。拿我个人来举一个例子，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喜欢二胡啊，学过几年。比如说这个动作，这只要是拉过二胡的啊，拉过小提琴的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的。我有的时候就想啊，万一我老了没饭吃怎么办？我就可以戴一个白头发的假发，长发飘飘，然后呢穿一身道袍，到人多的时候，到人多的地方拿一二胡，就这么一拉，前面没有盆啊，诸位不要误会了，咱们不要饭。我前面架一个摄像机，就把我拉二胡的这一段拍下来，拍下来完之后呢，往网上一传，这就是钱。而且呢，我不需要每天都去了，哪天心情好了，每个月我拉个2-3次二胡，这个月吃饭钱一点都不用愁。有些朋友觉得这么挣钱吗？我是做自媒体的，我知道真挣钱。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呢，终身职业其实没有那么复杂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。你养个花、钓个鱼、逗个猫猫狗狗，都可以成为你的终身职业。有些朋友可能觉得，照你这么一说，我可就不困了啊。那咱们聊聊终身职业怎样去找。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要想找到一个自己能够终身从事的职业呢，基本上3点要素。第一点，一定是你的兴趣爱好，这是核心中的核心。如果说没有兴趣的话，无法做到让我们穷其一生对其进行追求和精益求精，这是肯定的。干2天就不想干了，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。第二，你所感兴趣的事呢，要有着漫长的生命力，最少在100年之内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啊！你不能说我会修个传呼机，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没有见过 BP 机、传呼机了，我们年轻时候都用过。你会修传呼机，水平再高有什么用啊？已经被淘汰了。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哪些事情是亘古不衰的呢？其实呢，只要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东西啊，都是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的。还有一些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，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大家自己去总结就行了。这是第2点。第3点呢，就是它一定要产生价值。其实第3点我觉得不重要，
只要是人们需要的东西，它一定会产生价值。可能有些朋友又觉得不对吧？我养个花，钓个鱼，弄个猫猫狗狗，它能产生什么价值呢？这么说吧，如果您觉得您的兴趣没有产生价值的话，只能证明您玩的还不够好。比如说我拉二胡可能不挣钱，但是孙黄凤飞不挣钱吗？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孙黄凤飞啊，这都是中国拉二胡的大家啊。咱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，我弹钢琴不挣钱，但是郎朗弹钢琴不挣钱吗？一个兴趣爱好一定要把它玩到精益求精，玩出花样来啊，这样才能成为我们的终身职业。又有朋友可能又觉得，我怎么能弹钢琴弹到郎朗的水平？那很明显不可能啊，你这个要求太高。其实呢，不至于啊，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。很多朋友现在到退休啊，应该还有20-30年的时间呢。对于一个人来讲，20-30年可谓沧海桑田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咱们参加工作，进入到一个崭新的行业，从懵懂无知到最后全面精通，这才用几年时间呢？20-30年的时间，足以把咱们自己打造成一个爱好里边的精英。其实再退一步，也不一定非要达到精英那个层次，比大多数人强就行了。我们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，张三和李四在丛林里边遇到熊了，张三赶快系鞋带，李四说你系鞋带你能跑得过熊吗？张三说我干嘛要跑过熊啊？我跑过你不就行了吗？这个例子虽然不恰当，但是很能说明问题。中国呀，人太多了，你比大多数人强就可以了，这点很容易做到的。还是刚才那个例子，我去拿个二胡往网上一传，我就有生活费了。为什么会有呢？大多数人都不会呀，他好奇，他就想看一看。这是咱们终身职业啊，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门槛，我们只要去追求，照着自己的兴趣去走，20-30年的时间足以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有一个很好的依靠。其实这一点还不重要，我再说一个最重要的，你有一个终身职业对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可以使你长寿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我们可以看咱们身边的长寿者啊，除了一些在偏远农村无欲无求的那些老人家，很多都是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文艺工作者。他们为什么总体来说都要长寿呢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， Life is like riding bicycle. To keep your balance, you must keep moving.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生啊，就像骑一辆自行车，你不想让它倒，你就得一直往前蹬。这句话其实很有哲理，真的。我们有一个自己去追求的事情，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，能够让我们多活几年。身边的例子也是有的，有些人工作起来很勤奋，而且呢身体挺好的，突然有一天不让他工作了，没2年身体就垮了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啊，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点所在，然后用着漫长的时间进行钻研，它可以成为我们退休之后老年生活的一个依靠，不仅是经济上的依靠，还是情感上的依靠，争取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活得长长久久，把自己交的养老保险给挣回来，最少能回本。今天的话题呢，咱们就说这么多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